Hi, this is Hum Shan。我是麻瓜派，欢迎来到我们的超直白物物 bar。今天是我们的全面启动 Inception 第2集，所以呢，如果你没有看到上集的人呢，请记得去看一下。上集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潜意识，然后以及你如何真的做到 Inception 的内容。那这一集呢，我们要讲陀螺最后到底有没有倒。如果呢你想知道陀螺最后到底有没有倒，请听到最后。那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然后持续关注我们哦。或者是你可以去听 podcast。好，那我们上一集，因为毛怪派问了我一个跟吸引力法则是不是有关系，我就说啊，真的是你真的很爱问问题耶，也太多了吧。然后所以我们就延伸到第2集来讲。可是，在讲第2集之前呢，在讲吸引力法则跟潜意识。这之间当然是有相关的，我们这个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继续讲回电影的内容。这部电影里面呢，里奥纳多有一个心魔嘛，就是他老婆有一个关键的女主角，对，莫尔，就是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老婆就会出现。对，可是明明就是这个角色并没有在他们的团队里面，对，而且梦境里也没有设计这个角色，但他就会莫名的一直乱入就对了。对，然后就是一直阻挠里奥纳多可以成功的执行他的任务，就变那个绊脚石啊。对，这个绊脚石就像我们刚上一集有讲到的所谓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绊脚石给移除掉。那就要怎么移除呢？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有一段在描述里奥纳多跟他老婆过往的感情，以及为什么里奥纳多知道可以 Inception 可以植入想法，就是因为他曾经对他的老婆莫尔去植入这个想法，导致最后呢，莫尔相信梦境才是真实的世界。然后因为其实里奥纳多当初跟逐梦师说，千万不要用你真实的回忆去逐梦，因为那会让你把真实的世界跟梦境会搞混，你不会知道你自己现在到底在做梦还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所以绝对不要用真实的记忆来去逐你的梦。可是呢，那个 architect 就发现，就是里奥纳多每晚都在做梦，他到底在做什么梦？那这个部分麻瓜派帮我们可以讲一下。好，对，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莫尔就会一直跑进来，然后到底对于里奥纳多的潜意识做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就是蛮有趣，就是他们自己团队里面有一个人是专门在构筑那个梦的整个场景跟就是整个模样，然后那个人就是进入里奥纳多的梦后才发现一件惊人的秘密，就是在他们执行这个任务之前的里奥纳多跟他太太，他们两个还蛮疯的，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自己是可以建筑梦的人嘛，进入梦境里面的人。里奥纳多跟他太太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记忆，然后构建了一个世界，可是是用他们自己真实的记忆，而且他们还在梦里面啦，就度过大概50年的这样。对，50年，50年的时光，他们真的是 grow old together， 就是一起老去，很像真实的状态，都是用真实的回忆在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老婆后来回来真实的世界会有点错乱了，因为毕竟里奥纳还算是有受过专业训练嘛，他一天到晚在盗梦，可能这部分应该有差吧，就是不是，可是他老婆之所以最后会错乱，是因为里奥纳多 Inception 他老婆了。对，还有最关键是因为，其实电影里面一直有一句话，一开始我其实听不太懂那一句话，他说你要记得，任何微小的想法都会改变你的人生，或者改变你自己这个人。然后他当初就是植入了给他老婆一个，你现在身处的是梦境，只有透过死亡才是出路。中文翻得很绕口，或许在他当时觉得只是一个微小的想法，他老婆在他们两个醒来之后，还是一直认为自己在梦中，然后就一定要透过就是死亡、自杀这件事情，对，然后才可以回去，就是那个50年的那个世界才是真的这样子。对，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老灵魂回到一个年轻的身体，他认为这才是假的。然后不论里奥纳多那时候怎么跟他老婆沟通，他老婆都听不进去，因为里奥纳多已经把这个小小的微笑的想法已经植入他老婆的潜意识里面了，完全改变了他老婆的行为跟行径。所以说，既然他老婆最后会死，老实说，我觉得里奥纳多真的是间接凶手啦。就真的是算凶手啦，虽然他里面也被冠上那个凶犯了嘛。对，虽然他是自杀，可是究竟是什么行为导致他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其实听起来就很像很多社会案件里面，常常最后然后不就会对某个人怒吼说：“你其实是那个害死我的人。”虽然你可能没有真的行凶，你没有直接，但是你间接凶手，你很多的思想或是你很多的行为，对，就是很多那个什么酸民啊，以为网络霸凌没事，我北宋啊，就是讲1-2句话，然后就是把我的情绪发泄出来。可是当这个网红或是这个名人，因为这些1个2个微小的几个讯息，或是成千上万个讯息，这样子不断的去被霸凌之后，撑不过去，他就
他就被植入那，就是那个你认为以为微小的想法。对，可是有的时候其实这些霸凌也不过就是 trigger， 究竟是他的潜意识里面还放了什么东西，还是要再往更深层的下面去走？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其实潜意识它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并不是只有一层，你还有在下一层、下一层。也许网络霸凌它是第一层，它是 trigger 这个人去执行这个行为，可是为什么这些人网络霸凌对这个人来说有这么重大的意义？他根本不认识这些陌生人啊，那可能他真正的核心在第二层或第三层，然后就整个被带动起来，整个状态。对，但是重点是，其实里奥纳多也知道他自己是害死他老婆的凶手，所以他为什么要一直不断的每晚做梦，然后回到那个梦境里面？那是因为他内心充满了非常多的遗憾跟悔恨。其实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一直不断看到他2个小孩的背影，这也是他充满非常悔恨，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准备逃亡前，他没有看见他2个小孩的脸，他把他过往的很多的遗憾都放在他的梦境里面，他一直不断的去回味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他会不断的回味？就是因为这些遗憾一直困住自己，困着里奥纳多的内心，他放不下。他其实内心根本放不下，所以他在执行任务，他想要成功的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他2个小孩也会出现，他的老婆也会出现来阻止他的任务。那其实是可以回归到我们现实当中，很多人我们想要做一些想让我们自己成功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总是因为过往的一些遗憾、悔恨、受伤，让我们一直不断的，我们没有放下那些过往的伤害跟回忆，所以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徘徊在那些过往的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所以导致我们在迈向我们成功美好的人生上面，变成是一个绊脚石。很像某个就大家常讲的什么心魔的概念，对不对？对，所以其实虽然电影好像那个他的死掉老婆一直出现，他的小孩子出现在阻碍他，可是其实这些都是他的潜意识的投射，是他自己不让自己走出去的。而且我觉得超有趣的这件事情，就是呼应到你刚刚说，其实都是他自己潜意识的投射。他老婆在里面也常常跟他讲话，但讲那些台词其实都是他自己内心的潜台词。没错，电影的最后，他跟他的老婆说：“想象中的老婆，你只是一个幻影，你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存在。”就他终于决定要放下面对，你不是真的，他要放下那个对潜意识的执着了，这样子。我觉得是放下悔恨啊，自我解脱。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曾经困在就是所谓的自我谴责。对，因为其实我们常常会不小心做错了一些事情，对某些人造成伤害，或是我们人生中有很多很多的遗憾。那我们很多的遗憾，如果我们自己过不去的话，真的是会放在心里一辈子的。那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自我的牢笼，只有你自己能够把自己救出来跟解脱出来，但那个就是需要靠你自己的努力。我那时候也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我最需要原谅的是我自己，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曾经很想要寻求对方的原谅，可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对方了，那我其实充满很多的遗憾跟悔恨。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一直不断的禁锢我自己，我在惩罚我自己，我用不断的谴责自己的方式在惩罚我自己。其实很多伤害人的人，他们可能就是那种谴责自己，其实是一辈子的事情。也许你现在看到他没有被关在牢笼里面或者是什么，可是他的心，他的潜意识一直不断的在谴责自己。所以我觉得可以兜回来耶，就是之前我们不是前几集梦境有聊到，就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里奥纳多跟他自己所捏造出来这个太太，然后很多的对话，其实就是他自己跟自己的潜意识在对话。没错。那我们之前也有在讲嘛，梦境里我们常常会梦到各种微博然后各种什么人对你说什么话，然后谁谁谁对你做什么事或者发生什么事件。其实那都是可能自己跟自己的潜意识在对话，对，所以根本都不是重点。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跑来你梦里跟你讲这些东西？对，所以前面有讲到说解梦3部曲，梦境好多部曲的其中一部就是你要怎么解梦，就是说你真正要看的是梦境里面你们做了什么对话，那个对话给你什么样的感觉，而不是这个角色究竟是为什么他要出现，或者是为什么他今天要穿这样的衣服或什么什么的。真正的是对话的内容跟情绪，情绪超重要的。然后他跟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你对他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感觉？你有没有在里面发现你有一些固定的模式存在，或是可以呼应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行为模式？这才是解梦最大最大的重点。就可以来检视自己的潜意识到底在想什么或发生什么了。对，我们要现在直接讲陀螺有没有倒吗？对啊，讲了可以。因为等一下又要讲吸引力法则，我感觉又太多了，对，又录不完了，要变掉6部曲了啦。对啊。好，我们先讲陀螺。最后，因为他不是一直很悔恨，他在逃亡之前就有一个人拿了机票给他，就说你现在必须要走了。
然后他不是叫住他小孩嘛？对。但他小孩就是好像被某人叫走了，所以呢，他就是没有看到他小孩最后一面，所以他每一个梦境里面都只有看到他小孩的背影。那是因为他对这件事情没有看到他小孩子最后一面那种正面的脸感到悔恨，感到遗憾。最后一幕，他小孩是不是转过来了？他看到脸了。对，所以陀螺倒了。就他真的回到真正的，他回到真正的现实当中了，而且呢，已经没有遗憾，他可以看到他小孩子的脸，而且其实那个时候，里奥纳多的爸爸也出现了，所以这不会是一个投射，这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导演他其实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是诺兰嘛，他真的很厉害。他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个细节什么，其实都写得很清楚，只是你有没有看出来而已。对，其实这部电影我真的非常喜欢《Inception》，真的很值得回味再三。最后这个故事的重点，前面是在讲说，就是他们怎么真的去翻转这一个人的潜意识，注入一个想法，改变他的行为。然后接下来，其实他着重在里奥纳多的心魔，你要怎么把你的绊脚石移除，你要怎么放下。自我解脱，一个人的内心潜意识所呈现出来，究竟是你是往成功的道路，还是往失败的道路，其实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已经埋好很多的因素了。所以就像咪咪讲的 ，Your thoughts become things， 你潜意识有的想法，你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东西进入到你的生命来。其实要让你的潜意识埋下正向的念头是很重要的，因为呢，你的想法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会创造你的实相。吸引力法则就是这样子，就是 thoughts become things， 你的想法会创造你的实相。所以如果说你的潜意识里面放着不好的想法，你就会吸引到一些你其实不想要的东西来到你的生命当中。可是如果你有能力去把一些好的正面的东西放进你的潜意识里面的话，你就会离你想要的人生、美好的人生、成功的人生越来越近了。那这样的话，所以像那些肯定句，如果光只是这边念，你说正向的肯定句，说我很棒，我很美，就是网络上都会传一些这种东西，就要每天看着镜子啊，对自己说我很棒，我越来越好什么的，这样是有用的吗？会间接就是说服你的潜意识吗？老实说啦，还是很麻瓜的时候，我也是会念肯定句啦，但是有用吗？我觉得它的效力没那么高，而且会慢很多。因为呢，例如说好，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漂亮好了，然后我每天对镜子说我好美，我好美好美，可是我不相信我很美啊。你没有打从心底。我没有打从心底相信，即便我一直不断讲这个肯定句，他都没办法去翻转。就例如说某个男生，我可能曾经跟某个男生告白过，他说你那么丑，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你知道那个受伤的心灵，你怎么可能胜得过这几句你很美3个字就可以翻转了？那个放不下的绊脚石还是藏在你心里。对，因为情绪才是最大的粘着剂。当然肯定句是有用，我不能说它完全没用。你可能就是每天睡前让你在最放松的状态之下，把一些比较正向的语句去洗入 insert 到你的潜意识里面。那当然它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效果，只是它的效果非常的慢，非常的缓慢，有点像是你知道石头慢慢被风吹成沙的那种概念，有点那样子。铁杵磨成绣花针，当然总有一天会成功，但是被动式跟主动式的概念吧，对不对？很慢。那如果现在你知道有一个比较快的方法，为什么不用更快的方法？填鸭式教育有没有？我现在乱比喻。对，真的是乱比喻。对，就是你现在明明知道情绪是最大的催化剂，就是那个粘着剂，那你就要用情绪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就是当你对我很美这3个字是没有反应的，你甚至其实是反对的。我的潜意识其实是反对的哦。我根本不认同我很美。我大概懂你意思。所以其实有些人可能在我们的眼中，以某一种可能主流价值观的标准，他不是那种最美或最帅的人，对，就不是校花校草型的人，但他很知道自己很值得爱，所以他的桃花源源不断。就是我周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他觉得自己就是自信美啊，内在美啊，就是我觉得很值得爱。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以前也曾经觉得自己无法信任，但可能因为累积几次成功经验后，我猜就是那个东西就忽然开始。但一方面他自己可能内心也有调整好，自己蛮有自信的，然后加上一些成功经验，他就更大从心里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以及可以一直吸引到他人。因为像这种做法，例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可能以前被人家说丑胖，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有伤害的，因此就会认为自己又胖又丑没人爱。那他怎么去翻转这件事情？我们有2种途径可以去翻转这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用催眠的方式，带他回到当下那个情境，对，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想法去告诉他，就是让他觉得那样的受伤不再是受伤，当年的那样受伤、那样的伤害不会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这是一种方式。第2种方式是你要让他彻底的去改变，就是例如说外貌、自信、
内涵这些东西，并且要让他跨出他的舒适圈。你去跟男生 dating， 其实有时候 dating app 存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不错，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美或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透过异性的配对，然后就说你很可爱，其实你蛮帅的。这样就会出现那个你刚刚说的 action 跟情绪，行动加情绪，对，加速整个催化那个东西。对，然后我发现，其实很多人觉得我蛮可爱的，那是不是这样的行为去推翻了你过往的那样的经历？或即使胖，还是很多人跟我配对啊。对啊，我胖的婀娜多姿啊，我胖的很可爱啊，而且到底什么叫胖？对，我还不是健健康康的，我还不是很多人爱。对啊，因为真的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对，所以就是其实你可以用2种方式，一种是真的你去制造情绪。然后呢，你真的去执行，让这样的相关事件有好的情绪，你就可以去翻转你过往的情绪，它就推翻了。另外一种就是进入潜意识的方式，回到当下，去让你当年觉得受伤的那个点不那么受伤了，甚至是你可以用一个更宏观、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你就可以翻转它了。所以我不会说肯定句没有用，因为肯定句在翻转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加分。那你要去怎么植入？因为肯定句它是一个想法，可是你还是需要情绪进来当黏着剂。肯定句进来，你没有黏着句，你就会跳出去。所以你就是要一直，假设你每天讲肯定句，1个晚上、2个晚上、3个晚上，好啦，总有一天给你黏到啦。你懂我意思吗？我懂你意思，就是其实大家如果真的有看过《秘密》那个影片，我就印象很深刻。他不是有一幕在教大家说怎么催化出你最想要的东西，或你最想要成为的模样，然后你就要。比如说你自己想成为的模样，你就要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假装到变你那个样子嘛。对。但你是真的打从心里相信你自己就是那样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真的，就是很多那个奥运的选手，他们听说他们有一种训练法，就是真的每天脑内训练法，他们每天就是他们有一个时间就会一直靠冥想 meditation， 然后想象自己就是我在做某一个运动项目成功的，比如挥棒成功或是什么的状况，然后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全身记得这件事情。对，因为吸引力法则里面还有一块就叫 visualization， 你要想象拥有开到那台车多爽快，然后想象里面一定要加进情绪来。但是如果你只是光念肯定句，那个成效会比较慢。好，大概就是这样子。好，我等一下先去试试看关于怎么植入这件事情。不过呢，正向的想法永远都是会胜过负面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负面的想法太强烈，导致正面的想法你没有那样过往的经验，你就没有办法去抵过负面的想法。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先处理好负面的情绪跟过往的负面想法，然后再把正向的想法抓进来，你才能去让你的潜意识去加强你进入成功的这个道路，这样子。所以觉察很重要啦，就要是觉察自己。对，就是需要训练啊，还是以后我们来开这样的课程，教大家怎么觉察自己到底有哪些思维潜意识，然后教大家怎么 inception， 很需要，是不是？对，我很需要。好啦，那这样我们梦境是不是结束了？没有啊，不是后面还有我们之后再开放 Q&A。对啦，反正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梦境本来只是。一开始就是你的朋友，对，他的那个开启了一个同床异梦的故事。对啊，就是我们这讲了超多梦境我快变梦境大师了。对，反正我们就是大家对这方面有兴趣，就是欢迎可以留言或写信，或许有机会可以录其他集。会不会再来做一集跟弗洛伊德致敬？可以，弗洛伊德。这样其实听起来就只要潜意识只要通了顺了，什么很多事情都通了，你的人生就无往不利。对，所以大家今天开始检视自己的潜意识。好哟，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边，然后欢迎网友提问，跟我们的麻瓜小编讲你们想要问什么问题，然后看我们怎么把更好更棒的内容带给大家。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见，拜拜。你要不要手出来一下？好，手，我手。对啊，每次拜拜，拜拜。